下人丫鬟低头便在小屋走去，任鹏飞低喝一声：“且慢！”然后看向华夫人，诚心诚意地抱拳道：“任某鲁莽，戚姬只是伤了聂公子，倍感惭愧。夫人要打要罚，任某甘愿承受。让任某离开，任某便绝不多留。只是恳请夫人一事，在走之前，在下想见一见聂公子。”哼，见他？华夫人看向他的目光带着怨恨。是不是还想在我儿身上捅一刀？任鹏飞垂眼：“任某绝不会再伤害聂公子。”华夫人冷着刺的眼，顺也不顺地看他良久，钟拂袖让开一步：“你去吧，说你胆敢再伤害我儿，就算他为你求情，我华渊即使拼尽一条命，也不会让你好好活在这世上。还有你们，在这好好守着，等他一回来，马上动手。”交代完，华夫人不欲再多说一句，转身走向院外。爹！任鹏飞本想向女儿交代几句再去找聂隐，却只见青青一声爹后便走了出来。纵然女儿身体已经无碍，但仍担忧她仍然弱不禁风的任鹏飞赶紧迎上去：“怎么出来了？快回屋里去。”青青则一头扑进他的怀里，紧紧环住他的腰。而本来已经走出院门的华夫人听见青青一声脆生生的爹后，本只是随意往院中一看，看见青青的脸后，双脚又不禁迈进院中。任鹏飞背对他，看不见这些，只是一把抱起女儿没几两重的身体走进屋中。青青则趴在爹爹厚实的肩膀上，望着院里的华夫人。屁股才坐回床上，青青便扯着父亲的衣袖问：“爹，你要去哪儿？”任鹏飞怜爱地摸摸他的头顶：“爹去见一个人。”“见谁？”任鹏飞沉默，随后浅笑道：“等爹回来，咱们就能回去了。青青想不想回都鄂城？”青青乖巧地点头：“想，青青想成飞叔叔了。”任鹏飞弯下腰，轻轻抱住女儿，随后放开：“爹很快便回来。”青青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屋外，慢慢的垂下小脑袋。雅姑以为他是担心父亲，便笑着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无声地陪着他。任鹏飞在水榭里见到了聂隐，他依靠在窗前，身上盖着一件月白色的披风，又黑又长的头发散落在洁白的貂皮毯子上，疲惫地合着眼睛，扇子一般的睫毛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层浅浅的阴影，脸上依然不见半点血色。任鹏飞无声无息地走上前，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不欲出声打扰，然他却在他坐下的同时睁开眼睛，似是早知道他的到来。“我娘把你叫来了。”他淡淡的笑，脸上平静的没有一丝人气。“我叫你来，不是为别的。”聂隐拿出一个盒子，放在彼此中间。“这个，你拿走吧。”任鹏飞看也未看盒子一眼，目光紧紧落在聂隐身上。“任鹏飞，我累了，已经不想再追下去了。”聂隐的视线不知落在何方，远远的看，不再像从前，总是情不自禁地关注着另一个人。“既然你女儿已经无碍，拿走这些东西，回你的都鄂城吧。不论是你，还是和你有关的一切事物，我都不想再有任何瓜葛，你也不用再担心了。”“你恨我吗？”任鹏飞的声音很低。聂隐自嘲地笑：“如果真的能恨，然后不顾一切，也许就不会被同一个人一而再的伤害了。”经过这几天的沉淀，他终于明白，对于任鹏飞，一开始是怨他当初的无情，而后是大彻大悟，不论再如何坚持，
终究只是痴人说梦。他在任鹏飞心里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可以无视他的存在，屡次头也不回离开。他一定不知道，看他走远，点苍山上的灭顶的绝望就会不断重演。伤口明明已经愈合，却痛得他连呼吸都困难。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是不是疯了，带着刀走到他女儿面前。他的确很想就这么杀了他，也许他死了，任鹏飞就能对自己多关注一些。可是那个孩子在他挥刀时，轻轻的、无助的叫了一声“爹”，致使他情不自禁的多看他几眼，然后发现他的确长得有些像任鹏飞呀。小小的，痛苦的躺在床上，刀子最终划上自己的手掌，滴到他的嘴中。他知道自己的血能让伤口愈合，却不知对孩子的伤情有没有治疗的效果。等到伤口自行愈合时，任鹏飞冲进来了。当看见他的眼睛里的愤恨时，他忍不住，就像前2次一样，明明怕知道答案，却又忍不住去问，问了又怕。当时哪怕任鹏飞沉默，甚至再逼问一次他到底做了什么，恐怕他都会喜不自胜，因为至少他没有否定聂隐这个人。可他无情的一刀，留下的不仅是伤痕，还有被彻底击溃的心。唯有从来都不曾有情，才会没有一点信任。聂隐真的累了，累得不想再计较，累得什么都不欲再去思考，累得甚至不愿再看见这个总会让他情不自禁的男人。任鹏飞，你走吧，我好累。聂隐闭上眼睛，也不想再这么累下去了。曾经是他太傻太笨，还在自作多情，还在异想天开。任鹏飞看着他欲言又止，而后拿过他曾经在书房里见过的盒子，没有打开确认，手指轻轻抚着木盒上的花纹。片刻后，终是开口道：聂隐，我只问你一句，你给青青吃的什么？聂隐脸上的疲惫更甚，他把脸瞥向另一边，冷淡地答：我的血。在谷底乱吃东西，身上的血不知何时就有了愈合伤口的效果。这次算误打误撞吧。还有，曾经给你的那瓶药，对别人的确只是普通的疗养药，可与你女儿吃下的某味药相克，会加剧你女儿的伤情。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任鹏飞摸着手中的盒子，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最后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幸好青青没事。任鹏飞走了，走出屋外前，回头看了一眼背对自己的人。华夫人坐在屋中，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宁。知道任鹏飞已经离开水榭，她便起身去看儿子。聂隐正在屋中假寐，脸色苍白。华夫人心疼地搂住他的身子。不值得爱的人早点放弃才好，等过段日子娘给你找更好的。外头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儿肯定有大把人来爱。华夫人摸着他的鬓角。其实娘更希望你找个姑娘，将来生儿育女，有个像样的家。娘帮你带孩子，看着一帮孩子在膝前叫嚷撒娇，多好呀。娘。聂隐扯嘴一笑，随后似想起什么，眼底闪过一缕幽光。娘，你说可笑不？任鹏飞居然说他女儿是我的孩子。我出谷来还未曾和那位姑娘有过肌肤之亲，哪来的孩子？也不知他怎么想的，居然扯这种谎。华夫人闻言不由一愣。任鹏飞片刻不停回到院中，好在他们的东西不多，稍微收拾便能离开。
离开前，任鹏飞本想抱着女儿，青青却执意要自己走。爹，让我多走走，这样对身体也有益。不过7岁的女儿却有一张懂事的脸，任鹏飞不知是心疼多些，还是欣慰多些。离开的时候，走过一个枝繁叶藏的庭院，有一个丫鬟端着水盆自疏影之后出来，一个不慎踢到石板，哎呀惊呼一声，迎面扑倒，盆子里的水如数朝雅姑和青青泼去。任鹏飞走在前面，手里又提着一堆东西，终究没能护得女儿周全，被兜头淋成个落汤鸡，雅姑自个儿都被浇湿了裙摆。青青，任鹏飞丢开手中的东西就去查看女儿，摔倒在地的丫鬟知道自己闯了祸，赶忙站起，一个劲的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任鹏飞知道无心之失不为罪的道理，就算是自己家的下人，他也不会严加惩戒，更何况是别人家的，所以没有多说什么。好在这盆水是刚端上的干净热水，只要赶紧给青青换一身衣服便好。只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是，刚刚搬出的小院，他们前脚方才迈出，后脚便有粗壮的下人去拆房子了，现在估计也是一片狼藉，哪还有可换衣服的地方？难不成就这么湿着一身走出府外，去马车里换？做错事的丫鬟似乎察觉了什么，赶紧说道：前面就有个可换衣服的小屋，我带你们去吧。任鹏飞先谢过，然后跟着这位丫鬟走向他说的那间小屋中。任鹏飞守在门外，女眷们全进屋。进了屋内，雅姑怕青青着凉，便先帮她换掉身上的湿衣，带他们进屋的丫鬟则在旁边张罗。她找出一块干净的棉巾，趁他俩不备，在上面倒上什么东西，随后手脚勤快地帮青青擦身子。真是对不住，赶紧擦干吧，免得着凉了。青青冲这位帮她擦身子的丫鬟浅浅一笑：小姐姐，我没关系，你不用过意不去。看着孩子的笑容，丫鬟微愣，随后笑着点头。真是个好孩子。棉巾在青青裸露的背上抹了几下，片刻后，一个红色的莲花形胎记逐渐浮现。丫鬟目不转睛地看，雅姑看她这样，不由也朝青青背后看去，一愣。怎么啦，雅姑姑？见他俩这般，青青便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问道。雅姑还未来得及答，丫鬟便已笑道：哎呦，小姑娘背上有个很漂亮的胎记呢。有吗？青青扭头去看，自然看不清在肩胛下方的胎记，便看向雅姑，见她点头，才一脸迷茫。我怎么不知道呢？雅姑摇头，表示她从前也没发现。难不成是这2天才有的？青青低头喃喃，丫鬟笑着说：好了好了，快换上衣裳吧，免得真的着凉了。这胎记就长在身上，想什么时候看都行。于是青青便把胎记一事先压在心底。等任鹏飞一行人走远，丫鬟转过身，便往华夫人住的地方走去。你是说药水抹上后，小女孩背上就出现了红色的胎记？华夫人坐在椅子上，看向陪伴自己多年的心腹丫头小绿。小绿垂手恭敬的道：是的，夫人，小绿看得一清二楚，在肩胛骨下方，一个盛开的莲花形胎记。华夫人望向门外，似乎是沉思。小绿想了想，又小心道：夫人，那小姑娘对奴婢笑的时候，奴婢总觉得那小姑娘和少爷很像。说完，又赶紧道：
夫人，请恕奴婢失礼。没事。华夫人缓慢摇头。你出去吧，这件事千万不要传出去。是。小绿退下，华夫人坐在椅子上，脑子一片混乱。她觉得整个事情有透不出的诡异，为何任鹏飞的女儿会和自己的儿子长得如此之像？聂家世代并无什么特别引人之处，却有一个很疑丽的传说，说聂家的先祖曾与一位荷花妖相知相爱，然人妖殊途，最终未能在一起。荷花妖魂飞魄散之前，用最后的一点灵力倾注于所爱的人身上。此后聂家的男人若有后代，背上必定有一个红色的莲花胎记。据说是荷花妖眷恋不舍的，以这样的方式成为聂家的一份子，永远不离开。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消逝，也许是法力也随之逐渐消弭，到如今，这个红色的胎记唯有在出生后的前2年会出现，随之逐渐淡去，最后消失。唯有在情动之时，会用特殊的药水抹上才会显现。聂隐的生父聂远向妻子华渊说起这件事时，他只当他胡诌，可等儿子出世，才知道他所言非虚。特别的胎记，唯有聂家的后代才会出现，可如今在任鹏飞的女儿身上也出现了。华夫人并不怀疑小绿在说谎，因为胎记一事，她从未同小绿说过，只是让她用药水在青青背上涂，看会出现什么。而小绿回来后，却能很清楚说出来，是个红色的莲花形胎记。华夫人越想越觉得诡异，她甚至想，难不成青青根本不是任鹏飞的女儿？可又马上否决。任鹏飞对聂隐无情，又如何会如此真心实意的去抚养照顾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当年聂隐与任鹏飞在万恶谷中发生的诸事，华夫人怕引起儿子的痛苦回忆，一直没有细问，只知道万恶谷中，任鹏飞与儿子的关系并非相遇相识这般简单。经过水榭中的一夜情事，俩人之间看来也不是一句露水姻缘可以说得通。看来当年鬼婆婆一定是利用他们2个做了什么有违天道之事，否则岂会千方百计让他们在谷中相处一段时日。华夫人越想越头痛，总觉得快有什么即将浮现于脑海，却就是冲不过最后的一层屏障。捂着额头苦思的华夫人不经意想起一事，当初在寻找儿子踪迹时，也得知一个当初聂远隐而不说的事情。其实故事并不像聂远所说的那么凄美。另一个版本是聂家的祖先附了荷花妖，这个莲花胎记则是一个诅咒，诅咒聂家子孙永远无法觅得真爱。不论如何，当初华渊听时只当是一个玩笑，并不以为然，毕竟这种怪力乱神之事如何能信？可是看着聂远，看着自己的儿子，华夫人心中隐隐觉得不妙。任鹏飞就此离开，到底是对亦或是错？然事情容不得华夫人多想，跟随他多年，值得信任的管家匆匆走进屋内，交上前在晋王府的暗探传回来的密信。他收起心神，拆开竹筒，先看内容。看完后神色丕变，瘫在椅子上半天无法动弹。任鹏飞离开华府的第6天，华夫人把儿子送出了家门。儿子，此去咸阳，娘不在你身边，千万记得保重身体，也不要酗酒。至于过去的事，便让它过去，别再拘泥于此。明明孩子身上的衣物再整洁不过，华夫人却一再的亲手整理，总是觉得有些不满意。等娘把京城的事处理好了，娘就过去。娘，不如等你处理完事情，我们再一块去咸阳，可好？明明母亲眼中充满对自己的不舍之情，却坚持要她现在便离京。聂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看着儿子关切的双眼，华夫人微微一笑，把他的手握进掌心中，轻抚道：娘又何曾不想和你一块儿去，只是京城这块伤心地，你留下越久越无法放开。娘呀，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从前的事抛开，好好的生活。京城的生意娘根本就不在乎，只要与我儿在一块儿，娘就幸福满足了。只不过真就这么抛却家中的生意，那些仰仗咱们家讨口饭吃的生意人可就难过了，娘不得不留下管一管。行了，时辰不早了，你快上车，娘看着你走。聂隐看着母亲慈爱的笑容，略一点头，放开她的手，走上马车。记得要保重身体，娘只要你好好的。知道了，娘。坐上马车，聂隐揭开帘子，看着走到车前的母亲。你也要保重，孩儿在咸阳等你。华夫人含笑，点头，挥手。走吧，娘看着你。马车驶离，聂隐一直到看不见母亲的身影，才把帘子放下。血雨腥风乍起，再多的安宁也敌不过人的野心。待聂隐发觉有意时，人已在离京城有数千里之距的太原。本来应该是去咸阳，可在太原稍作休整后，领队的管事却突然决定改道去福州，说这是华夫人的意思。追问是何因，却又回答不出。聂隐仔细一想，心中的不安更甚，便执意留在太原，派出一人返京询问原因。可不出一日，派出去的人连滚带爬的跑回来了。京城传出的消息，聂隐离京的第7天，也便是前天，晋王爷趁皇帝突发重病昏迷不醒，勾结禁卫军叛变逼宫。可叛军才闯入紫禁城，便被伺机以待的皇帝新军重重包围，结果是一个不落的全被歼灭。晋王爷已被押入大牢，听候发落。王爷府被抄，府中上下无一不被押往诏狱。华夫人不仅外传是王爷的内眷，更因为查出与王爷有金钱往来，坐实出钱招兵买马叛变的罪名，一同被押入大牢。